好了，阿平家竟然出大事了。一大早，院子里突然闖进一個賊頭鼠腦的怪人，這個人好像戴着假髮，阿平也看不出來這人到底長什麼樣。難道這是他的前夫阿超嗎？他是想偷偷抱走阿平的乖寶嗎？那麼阿平能及時阻止這個人嗎？天刚蒙蒙亮，阿平和乖寶就早早的起床了。可以看到阿平背着乖宝已經出發了。他這又是要去幹什麼呢？走着走着，阿平不知不覺來到了村口的一家雜貨店，門口擺着一排竹簍，竹簍大小不一，做工精細。阿平一眼就被吸引住了，他停下腳步，彎腰仔細看了看，挑來挑去，最後選了一只大小正合適的。說到這兒，可能有人要問了，阿平自己不是也會編竹簍嗎？那為什麼還要花錢買呢？其實啊，阿平只是想當一回普通的顧客，不用操心柴米油鹽，就单純想感受一次買東西的感覺。付完錢後，阿平背起竹簍繼續往前走。沒走多遠，他又路過了一家小商店，門口擺着幾輛自行車，在陽光下閃閃發亮。阿平忍不住多看了兩眼，眼神裡滿是喜歡，可摸了摸口袋，他還是輕輕嘆了口氣，錢不夠，也只能看看罷了。為了不讓自己顯得太尷尬，阿平轉身又走進了店裡。就在這時，阿平的目光落在了一個保溫壺上，外殼乾淨又結實，一看就很實用。老闆見狀，立刻熱情地拿起來介紹，說得頭頭是道。阿平聽得很認真，買保溫壺，難道是準備給寶寶斷母乳了嗎？也不排除是想以後沖奶粉，或者對熱水更方便些。老闆也是爽快人，見阿平點頭，二話不說就把保溫壺裝進了竹簍裡。阿平趕緊掏錢付賬，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。這一刻他忽然覺得靠自己辛苦掙來的錢原來是這麼讓人安心。中午時分，屋裡安靜了下來，阿平躺在床上，懷裡抱着寶寶，一邊餵着母乳，一邊強撐着眼皮。這幾天連軸轉，白天幹活，晚上照顧孩子，阿平實在是累壞了。他想着就這麼躺一會兒，既能休息，也不耽誤寶寶吃飯。不知不覺，阿平的呼吸漸漸平穩下來。可就在這時，屋外忽然多了一道黑影，那人壓低身子，戴着帽子，蒙着臉，手裡還拎着一個編織袋，一看就来者不善。沒錯，他正是附近出沒多次的偷雞賊。偷雞賊四下張望了一眼，確認沒人注意後，鬼鬼祟祟地朝着阿平家的雞棚摸了過去。當他看到雞棚裡雞鴨成群，眼睛頓時亮了，這一下可算是來對地方了。為了防止被人發現，偷雞賊先悄悄靠近屋子，透過門縫一看，發現屋裡似乎有人，他心裡一緊，立馬撿起一根大竹筒，直接頂在阿平家的門上。這樣一來，就算屋裡的人察覺，他也能多爭取幾秒逃跑的時間。做完這一切，偷雞賊才放心大膽地鑽進雞棚。下一秒，雞棚裡瞬間亂成一團，雞鴨被嚇得撲騰亂叫，尖銳的叫聲在院子裡回盪。可偷雞賊顯然不打算空手而歸，他一邊追，一邊伸手去抓，場面一度十分混亂。屋裡寶寶突然被驚醒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這一哭也把阿平從睡夢中拉了回來。他猛地坐起身，立刻聽到了外面的雞叫聲。阿平心裡一沉，直覺告訴他，肯定出事了。